住了，王爷。你是何人？你们也太过分了吧！这么多人联手欺负一个，少管闲事！我都听了半天了，你们是邪恶的那一方，本姑娘代表的是正义的力量，不能不管。想管，那就一块死！王爷，我们中了调虎离山。建议，那姑娘呢？什么姑娘？王爷在说什么？救我的姑娘，一手飞叶镖，一下子就把那些刺客都杀了。王爷，您明明已经退烧了呀，怎么说胡话了呢？那些刺客不是王爷杀的吗？不是我，是一位姑娘。到了京城，查一下这姑娘的身份。好的，王爷，您饿了吧？先吃点东西。眼下咱们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什么姑娘呀？王爷，您在想什么？那个姑娘，王爷魔怔了。王爷，您说这是谁要杀您？可能是我爹吧。王爷，您真可怜。那姑娘穿的是淡紫色的裙子。庄小鱼，你看看你的样子，哪里像相府的嫡小姐？我又怎么了？不就是打了个哈欠吗？你是相府的大小姐，要举止端中，言行得体，不能太随意让人笑话。哼，也不能打哈欠。这闺女生下来母亲就走了，这些年在外面吃了多少苦，自己却只顾着挑她的毛病。长姐好，我是庄巡。长姐，昨日回来的晚，没有去给长姐请安，还请长姐莫怪。哦，我听说过你在外读书是吧？那姐姐考考你。吃完了，回自己的院子。爹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是弟弟功课不好，怕我难住他？哼，我是怕你问出些乱七八糟的问题。我有那么糟糕吗？你还是不是我亲爹？我倒是希望自己不是。这个家，好像从长姐回来之后，变得热闹多了。老爷，别这么说大小姐，她也不容易。要不咱们请个先生回来教小鱼和小婉吧，姐妹俩一起读书写字。不是吧，小婉妹妹不识字，不是说大家闺秀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吗？你母亲是为了照顾你的感受才这么说的，是你不识字，是你。爹，谁告诉你我不识字的？你自己说这些年没有上过学堂的。我还说没有零花钱呢，你也没多给点。你听听你这是什么话？相府苛待你了吗？你妹妹有的都给你备了，月令银子也是一样的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哎呀，吃饭吧吃饭吧，看看你鸡头白脸的，至于吗？我又不是你仇人，真是的。老爷，大小姐说的对，都是一家人，不要生气，吃饭吃饭。小鱼是不是要买什么？没有银子啊？这是母亲的私房钱，你先拿着用，不够再跟师母说。母亲，你不用对我这么好，我不缺银子。你刚回来，有很多事情不懂，可以问婉儿，不要和你爹顶嘴，他就是个老顽固，得顺着他来。你亲娘走得早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想做什么都要跟母亲说。京城的水很深，一旦行差踏错，有可能万劫不复。我知道了。好孩子，你去买些胭脂水粉，好好打扮打扮。等过几日有赏花宴，母亲带着你们出去露露脸儿，让大家知道我们相府有2个如花似玉的女儿。母亲，你是好人，我会好好带弟弟妹妹的。还以为投胎成千金小姐，衣来伸手饭来伸口，结果2辈子都是劳碌命。老头，你做的饭太难吃了，我受够了。你做的好吃，那你做吧。洗衣做饭、砍柴打猎的活都要我亲自做。老头，你说
你为什么要把我抱回来，耽误我做千金小姐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不说我力气太重了，就你这句话，他们不得说我克死了亲娘啊？庄贤不会那么糊涂。他还不糊涂，不糊涂能让你把亲闺女抱走？呵呵。臭丫头，你18了，姻缘将至，该离开了。我走了之后，你一个人不得饿死呀？饿不死，我又不止你一个徒弟，他们逍遥了这么多年，该让他们孝敬孝敬我了。又胡说八道的吧？你有徒弟，这么多年没来看过你。我不是没告诉他们我住在哪儿吗？自己的师傅住在哪儿都不知道，你骗鬼呢？你走了也就找不到我了，有缘再见吧。走走走，下山去吧。说赶就赶，还真是来去一身轻啊！什么也没给，这就让我回京城。幸亏我在山下留了这么一手小生意，要不然真得讨饭回京城了。那老头子一个人在山上，身无分文，我还是回去给他留点银子。奇怪，明明就在这儿的。果然如他所说，离开了就再也找不到他了。我去，这糟老头子不会真是神仙吧？早知道我就跟你学修仙了，白白跟了这么多年。姐姐一路辛苦，寻弟特来拜见。课业繁重，恕不能久陪，寻弟先行告退。好家伙，这才多大点儿，一举一动就跟个老学究似的。书院离家远吗？距离京城50里，马车1个时辰就到了。这么说，起码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。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没事的时候去看看他，你去不去？母亲不会同意的。为什么不同意？我们去看他，给他送去温暖，为何不同意？我们去会影响寻弟读书的。你不觉得他读成书呆子了吗？书是要好好读的，他要考取功名，不读书怎么行？并不是只有读书才有出路呀。这位便是刚从乡下回来的姐姐，刚回府便劝弟弟少些不急。府中除了你，还有其他姐妹吗？张姐，这是舅家表姐张雪。看出来了，都不通报就进来，没把自己当外人啊。乡下人果然粗鲁，还真是直言不讳。你要干什么？乡下人粗鲁，你说我要干什么？姐姐，都是亲戚，你就看婉儿的面子。看婉儿面子我不计较，你给我道歉。表姐，对不起，是雪儿不会说话。行了，这次原谅你，记住，你只是个表姐，婉儿和寻儿的事情轮不到你来管。小鱼都18了，很多姑娘这个年纪早嫁人了，回来的晚了点儿，得抓紧给她寻摸寻摸。太子今日忽然问起庄小鱼，那太子的品行，通房小妾不知道多少，还没登95就已经3宫6院，小鱼绝不能入太子府。姐姐，太子殿下来了，还带了礼物，说是要送给你的。明白了，去看看。太子殿下驾到！太子殿下经常来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来过。太子品性如何？听爹爹说，他后院有很多女人。这样啊，明白了。老臣参见太子殿下。丞相免礼。小鱼问太子殿下安。大小姐免礼。本宫听说大小姐刚刚回京，这是见面礼，请笑纳。小鱼，你傻笑什么？还不谢过殿下？殿下说让我笑纳呀，我不得笑吗？哪里错了？哈哈哈哈，庄大小姐说的是，你没错。哈哈哈哈。太子殿下，你又是傻笑什么？老臣教女无方，还请殿下恕罪。爹爹怎么了？我哪里错了吗？逆女，快跪下跟太子请罪。为什么呀？我哪里错了？可算走了。你胆子真小，太丢我的脸了。你这个逆女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杀人了！庄贤要谋杀亲闺女了！你这老头跑得还挺快。你说谁是老头？我才40多岁，怎么就成老头了？你不是老头，你是老太太，行了吧？谁给你出的主意？谁让你装傻的？什么主意？我有装傻吗？我本来就是个傻的呀！你不是天天说我不聪明的样子吗？
婉儿年纪小，暂时应该是安全的。我是她长姐，自然会对她的安危负责。我这女儿眼神深邃，绝非表面那般简单。这些年在外面，她是学了心机的。王爷，歇一会儿吧。自从那日回来，您就像魔怔了似的，就一个背影，上哪儿找去？庄夫人好福气，有2个如花似玉的女儿。是啊，小鱼单纯善良，今天带出来和大家认识认识。小鱼、婉儿叫人。郭夫人好。庄夫人说的福气，就是白捡了一个闺女吗？我怎么听说还是个顽劣的傻子，在府门口被庄大人用鞋底子追着打呢？我家老爷是个老顽固，不听话就要打人，让大家看笑话了。姐姐很好的，婉儿最喜欢姐姐了。是呀，爹爹就是吓唬吓唬我。不过这位大婶儿，你家男人几品啊？哼，我家老爷官居4品。我母亲是1品丞相夫人，有诰命在身。你一个小小的4品官员家眷，见得当朝1品夫人不仅不行礼，还敢出言不逊，谁给你的胆子？小鱼，你少说2句。4品官员家眷便敢肆意妄为，当众羞辱朝廷诰命夫人。今日若是无人制止，来日尊卑礼法何在？母亲随和亲厚是对人的，有些人不知好歹，把您的善良当成软弱可欺。以后咱把1品告服的架子端起来，省得一群逢高踩低的狗东西在这里作祟。这么说，庄小鱼不傻。那日他是在大门口故意装傻，来辱骂本宫。我靠，这场面堪比皇家园林啊！魏夫人擅长花卉，她家的花是最多的，还要作诗、猜谜，还有丰厚礼品呢。像庄大小姐这样的傻子，应该不会作诗吧？傻子在说谁？傻子在说庄小鱼。本宫看你是活腻了。臣女见过太子殿下，姐姐不懂礼数，请您莫怪。臣女这就带姐姐走。本宫让你们走了吗？庄小鱼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敢直视本宫！姐姐不能直视太子，这是无礼。他说不能直视，那斜着看总行了吧？来人，庄小鱼以下犯上，掌嘴40，以儆效尤。臣女见过太子殿下，姐姐不懂礼数，请您莫怪。臣女这就带姐姐走。以儆效尤是什么意思？姐姐，快跪下！还不动手，在等什么？殿下饶命！殿下，小鱼自小离家，没有父母疼爱，好不容易才熬到今日回家，他什么都不懂，若有冲撞，请您责罚臣妇，您打臣妇吧。庄小鱼，你有个好母亲，本宫今日饶了你，祈祷别再落了本宫手里。太子殿下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臭脾气得改改，火气太大伤肝，容易折寿。我师父说的。刚把事情压下来，你又拍打太子干什么？殿下，扶本宫回府。你们2个以后见了太子绕道走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姐姐就是胆子大，太子也太小肚鸡肠，就斜着看他一眼嘛。我就随手拍了2下，他该不会真的气大伤肝了吧？太子殿下，您身子虚弱，不宜大动肝火，老臣给您开一副疏肝健脾的药，喝上几日即可。火气太大伤肝，容易折寿。难道今日胸闷，真是被他气的？可是咽不下这口气。他们在一起争奇斗艳，若是单独一株，可就没有了这种神采了。明明不会作诗，还说什么单独一株，可真会给自己找借口。你又是哪根葱？你说谁是葱？你觉得我说的是谁，那就是谁。庄小鱼，别以为你是相府嫡女就到处欺负人，一回来就欺负张雪，还仗着庄夫人的诰命，你不过就是个乡下土包子。姐姐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姐姐才没欺负人。哦，
庄小婉认识这根葱，你说的是那点破事儿，那叫欺负人。大葱，你是不是从没被欺负？我不是大葱，不许叫我大葱。凭什么不能叫？我说你是颗大葱，你就是颗大葱，而且永远是颗大葱，必须是颗大葱。哟，这是打算当一颗倒着栽的大葱啊？庄小鱼，你这个土包子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一颗破大葱还有啥势力不成？我不是大葱，我不是。庄小鱼，你这个土包子，我跟你势不两立！一颗破大葱还有啥势力不成？我不是大葱，我不是。刚才摔倒都没哭，这怎么被大葱气成这样？好没道理。不怪姐姐，是薛子燕主动挑衅的，以后与是她保持距离。庄夫人，贵府二位小姐要不要来一手？她们两个文采一般，就不在诸位才女面前班门弄斧了。那好，二位小姐吃茶。庄大小姐身为丞相府嫡女，不应该只知道吃喝吧？来做一首诗，让大家欣赏一下呗。不做，你怕是不会吧？是的，我不会。那么多人，你为什么非要为难我？我和你有仇吗？你这是哪里话？我只是问一下而已。你明知道我从乡下来，没读过书，不会作诗，还要我做，不是故意为难我吗？我哪里知道你不会啊？在座的人哪个不知道我在乡下长大，不知礼数，不通文墨，就你不知道。大傻子都比你聪明，你就是个二傻子。姑母，你看他。小鱼说的没错，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知道？咋还委屈你了？姑母，雪儿忘记了，对不起。若有下次，以后都不用去相府了。不用下次，以后都不要来了。我和婉儿都不欢迎你。我看有些人眼珠子是不想要了。这个庄小鱼有点邪门，以后不能与他硬碰硬。看上去倒是个真性情的。婉儿，饿不饿？有点。走，姐带你吃好的，出门逛街。两位姑娘，这里的首饰可都不便宜，你们真的买得起？姐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马掌柜，这位姑娘看上什么了？直接记我账上。谢谢公子，不过不用，我自己来。姑娘不必客气，就当交个朋友。原来是相府庄小姐，久仰久仰。庄小姐刚来京城不久，大名却是如雷贯耳啊。哦，说来听听，他们都说我什么？有人说庄大小姐行事乖张，连父亲的话都不听；还有人说目中无人，连太子都敢骂。庄小姐可有此事？有，但不全对。哪里不对？我不只敢骂太子，我还敢打他。谢谢公子的差子，回见。回见。打太子，太子病了好几天，难道真是被他打的？这事儿得去弄清楚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就是来关心一下。你说说，去个宴会怎么就病成这样？真的是被那个庄小雨气的。哼，他就是个丧门星，骂不过人家，才说人家是丧门星。刘星，把他扔出去。说不走不走，不管饭也不能扔我，是不是？刘星，你是好人，你不会听他的。刘星，那天庄小鱼到底有没有碰到殿下？那个庄小鱼太可恨了，还拍着殿下肩膀说殿下气大伤肝会折寿，殿下当场就被气吐血了。拍了几下？2下。的确，太过分了，竟然敢拍2下。莫公子是什么意思？多谢刘星，改日再来看殿下。太子病了好几天，是被庄小鱼2巴掌拍出来的，太子自己还不知道。一个金钗值不了多少钱，他也没挑最贵的，不让人欠人情。这个庄小鱼深藏不露啊。婉儿，我们去书院看看庄雪，你去不去？去，说走就走。姐姐，你骑得好快，都吓死我了！书院建在山上，空气好，心情好，学习事半功倍。再颠一会儿。他连这个都知道，到底是什么来路？长姐、二姐，爹娘知道吗？你猜？谢谢长姐，你能来看我，我很高兴。你不知道，那个薛子言平日里多嚣张，被姐姐说成一颗大葱，气得他哇哇哭。长姐，你在京城过得好有趣，长姐还会骑马，又这么厉害，你会的东西可多了。一般般，不用太崇拜我。
寻儿，小子，别太感动，姐嫁不出去，还要指望你养老呢。好，我一定好好读书，出人头地，养着姐姐。就这么定了，拉钩拉钩，这个傻弟弟当真了。此后姐妹二人常来书院，成了庄巡每天的期盼，哪怕不带吃的，来看一眼再走，她心里也甜滋的。直到庄贤发现，又是免不了一顿训教。那时庄小婉和庄巡早已是庄小鱼的铁杆粉丝，老爹的话左耳进右耳出。你说你认识字，不用请先生，为父考考你。考吧考吧，诗词歌赋、天文地理，你闺女我无一不通。哼，你就吹牛吧，性子野也就罢了，满嘴大话，也不知道随了谁。老庄，不带这么玩的，你摸摸良心说话。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的吗？天天打柴洗衣做饭，5岁就开始了，哪有时间读书？那就是不会读。别说了别说了，又开始贬低我，我笨行了吧？随我爹。你把这篇文章读一遍，若没有错别字，就算及格。亡羊补牢，这么小儿科，侮辱我智商呢？你不应该让我写文章吗？读文章也算考核？那些饱读诗书的都写不明白，就你那2下子。行，读就读。关于道理不成面，向里无径，后起更中西田井。读得不错，分析也很到位。以后每天来书房和婉儿一起读书1个时辰，必须早起。要不考点难的，答对了睡懒觉行吗？不行。小鱼，你既然认识字，就多读读诗书，学着作诗，以后有诗会，你和婉儿也能崭露头角。好，明年魏家花宴，我们给母亲迎盆花回来。好孩子，加油！背别人的不行吗？庄贤是百官之首，本是第一人选，结果被庄小鱼摆了一道，明显看不上本宫，眼下只能先放弃。但那贱人气得本宫病了好几天，得想个办法把她弄进太子府，好好审。皇帝设宫宴，3品以上大员及家眷出席，我们得去。母亲带妹妹去吧，万一太子找麻烦不好处理。姐姐不去，我也不去，母亲一个人去吧。别人家姐妹都争着去，都想在贵人面前露露脸，你们倒好，都往后躲。我们不稀罕露脸，我们稀罕安静。对，稀罕安静。这俩孩子真是一个比一个奇怪。皇后娘娘口谕，庄夫人必须带2位小姐进宫赴宴。这下好了，跑不掉了。这叫亲子装，一家人穿一样的，好看又有继任。好看，母亲看起来和我们一样年轻。胡闹！老庄那个眼神我都看明白了，美滋滋的，喜欢的不得了。有意思，是太子安排的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防晒帽1人1个，遮太阳，脸不晒黑，发型也不乱，带上走。姐姐，这是什么做的？这么轻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母亲戴这个，至少年轻5岁。母亲，你和我们真的像姐妹3个。胡说，庄夫人，我看了好久才认出来，今日这打扮年轻了10岁不止啊！谢谢魏夫人，这都是小鱼的主意，叫亲子装，整天怕被说不稳重，把自己穿得老气横秋，早该这么穿。庄夫人，回头让我们也做一套，你让庄小姐帮我们指点。不管哪个时代，爱美这件事从来都一样。姐姐，后面有个小太监跟着咱。婉儿，跟紧我，咱去假山后头看看花。好啊。姐姐，我们刚才……没事，待会儿别离开娘身边。这丫头单纯，脸皮薄，经不住算计，她承受不了的，不能让她受伤害。一个跟踪的还在，另一个消失了，去干什么了？慕容潇，你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庄小鱼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蓄意损坏御花园花卉！我就知道今天他要找茬。我们没有，太子殿下，臣女和姐姐一直在一起，没有损花卉啊。小小年纪满口谎言，替他狡辩。来人，掌嘴40。太子殿下，是否有什么误会？微臣的女儿不是这种。庄丞相在包庇他。太子有何证据证明他们所坏御花园的花？要证据时，他们就是证据。臣女亲眼看到庄大小姐损坏了花卉，还说御花园的花还不如魏府的好看。京城第一才女孙玉兰竟也掺和进来，这2人分明是想借着赏花店的事端为难小鱼。老庄，我就说嘛，太子今天肯定来找我麻烦，你还不信？说什么一国储君不会如此小肚鸡肠？我何时？要是这么小气，怎么担当一国之君啊？看看吧，这就是你说的储君的度量。你休要妖言惑众，
你若自己掌嘴40，此事本宫就不追究。就连数字都和在魏府时一样，是上次没打成，一直惦记呢。再不动手，本宫不介意帮你。如此储君，大招朝未来，堪忧啊！动手，掌嘴40，不许动他！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大皇兄，我能证明御花园的花不是庄大小姐损坏的。臣见过玄王。免礼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玄王，比慕容萧强多了。你来干什么？是父皇让我来参加宫宴，恰好看见了一些事。那损坏花卉的明明是大皇兄的人，这些证人也是大皇兄找来的吧？慕容玄，你找死！臣弟在边关出生入死的时候，大皇兄还在温柔乡里，敌军没杀死我，难不成大皇兄要杀了我？若是如此，下次来犯，谁还敢领兵？我就说这太子不靠谱嘛，老庄就不信，他不止陷害忠臣之女，还要害死保家卫国的将军。你们说说，这种人能当皇帝吗？你们敢让他当皇帝吗？大胆贱婢，竟敢妄议储君！来人，掌嘴！这娘俩是串通好了，今天不打我这48掌，他们难受。不许动他！大胆张氏，敢忤逆本宫，连他一起打！你们太过分了！太子冤枉人，皇后娘娘也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人。爹爹，我们再也不来了，皇宫太可怕了。好了好了，乖，不怕不怕。我以为勤勤恳恳就能保住他们，可现在……既然庄大小姐不承认损坏了花卉，此事暂且放下，本宫做主，就不追究了。别不追究，必须追究！就这几根搅屎葱，不拔了他们，我寝食难安啊！庄小鱼，在本宫面前，你也敢造次？哎，我的铁片呢？早上明明放兜里了。姐姐，是这么长这么宽的吗？刚才套帽子可能掉了。把闺女欺负傻了，还傻了一对儿。找到了，果然是套帽子的时候掉出来的，就是这么个东西啊，看着也不是值钱的。发生了何事？如此嘈杂。微臣要弹劾太子无中生有，污蔑小女，欲置小女于死地，恳请陛下秉公处置。老庄，你行啊！太子刚进族，他就来了，这拜帖递得挺快，心里在想什么，倒是值得琢磨。婉儿，说说这个慕容泽为人如何？爹爹很少提他，好像没什么大能耐，挺平庸的，也没听说做过坏事。其他皇子呢？三皇子玄王就是那天帮我们说话的大将军，能打仗，屡建奇功。不过皇上好像不太喜欢他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爹爹应该知道。还有四皇子喜欢游山玩水，不常在京城。五皇子年纪还小，我没见过。那么多老婆，就5个儿子，皇上效率有点低啊。还有6个公主呢，长公主嫁给了薛将军，就是薛子妍的大哥。不过听说公主不太喜欢薛子妍，薛子妍还没跟他算账呢。小子，和人打架了。阿寻，谁打的你？告诉姐姐，我们去收拾他。我没事，不用你们管。你不说，我就去找先生，让他主持公道。是薛阳，他是2个人，我才没打过他们的。肯定是薛子妍使的坏。姐姐，咱们怎么办？当然是打回去了。不要，书院会被开除的。他们打你怎么没被开除？我没跟先生说。好，我们知道了，你好好读书，将来成绩甩他们一条街，等阿寻做了大官，踩死他们。姐姐，阿寻就白挨打了吗？这不像你啊。薛子妍，你还没找我算账，倒先来招惹我弟弟，新账旧账正好一块算。来日方长，急什么？今晚就今晚。这丫鬟慌什么？好奇心上来了，先跟着瞧瞧。
徐公子，这是小姐给你的银子，小姐让你写的诗稿呢。已经写好了，要不就让小姐背下来。好，写的真好。长公主下个月的生辰宴算是不用担心了。我去，原来所谓的京城第一才女是把别人的诗背下来的，才女是假的，还帮着太子做伪证，这种人品太无耻了，太无耻了。本小姐有个不错的主意。孙玉兰是真的想死了，她娘让丫鬟轮流看着她，防止她偷偷自杀。这种事儿不能报官，传出去太丢人。我偶尔会去看看热闹，看看她死了没有。慕容潇还在禁足期间，怎么跑到孙府来了？确切的说，是孙玉兰的房间。孙玉兰被挂在树上的事儿，她还不知道。这事儿被严令不许传出去，就是不知道能包多久。太辣耳朵了，看样子俩人早就勾搭上了。三言两语之后就直接开战，还激烈异常。姑娘，大半夜出来是不是也睡不着啊？不是，那你出来干什么？看热闹，有活春宫你看不看？哪里？去，爷这就去。还真去了呀，算算时间，应该还没结束，能看个尾星。我先回家睡觉去，还要天天早起。这个顽固的老庄，就是坚决不让人睡懒觉。庄大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可不是来听你道歉的。我知道庄大小姐想杀我，也易如反掌。我当日给太子做伪证是有苦衷的，只能跟你说声对不起。你不应该说我并没有受到伤害，此事应该过去吗？庄大小姐既然来了，那就是不打算过去，我说了也无用。也确实如此，本姑娘对待害我之人从不手软，那就请庄大小姐手下留点情。罪魁祸首其实是太子，你若能让你父亲联合大臣上书废太子，我就不追究你了，如何？我父亲不会听我的，那你就想想办法了。慕容潇与孙玉兰经常偷情，你知道吗？孙玉兰的才女之名是假的，她的诗都是她家后院一个姓徐的公子做的，这些可以利用一下。慕容潇还答应我做太子妃呢，背后还勾搭了孙玉兰。既如此，就让爹爹把他的荒唐事呈上去，太子可以换人了。姐姐，出去采买的医患回来说薛子妍要出嫁了，还是嫁去京外。哦，需要我们去恭喜一下吗？才不去，我祈祷她嫁一个丑八怪。看样子张雪的事情还没传出来，下一步该琢磨长公主的生辰宴了。皇后娘娘懿旨，宣庄府大小姐庄小鱼一人进宫觐见。姐姐你不能去，皇后肯定会害你。知道，所以才要去，不去才是真出事儿了。我陪小鱼去，若是皇后刁难，老娘豁上诰命身份，也不能让她得逞。皇后指明了让她一个人去，你要是去，就是违抗懿旨。那怎么办？明知道是火坑，还让小鱼往里跳吗？皇后与太子都是心胸狭隘之辈，难堪大任。看来我不得不走上那条路了。小鱼，你先去，尽量不要惹怒皇后，爹爹去求人救你。爹，皇后不用我惹她就是怒的，你去求谁啊？玄王，为父尽力一试。对了，爹爹，皇上为何不喜欢慕容玄？我看他挺好的呀，一表人才，一身正气，咋就看不上他呢？皇上怀疑他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，怀疑就是没证据喽。那为何还封他王爷，其余儿子都没封？三皇子立了战功，那是他自己求来的王位。好吧，那我等爹爹来救我，要快啊，要不然我可能就下去陪我亲娘了。姐姐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妹子，你哭成这样，就像我已经死了似的。姐姐，你不能死。别哭了，我还没死呢，哭早了。这世上能杀了我的人不多。母亲，谢谢你们真心待我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你们从来都不怪我。我也给母亲露个底，我师父不是寻常人，大周的帝后奈何不了我。好，母亲等你回来用晚膳。吃饱了，开始干活。王爷好厉害！你是没见过未来的王妃更厉害。好好的一个王爷，被未来王妃整得不正常了，他都怀疑这人是王爷臆想出来的。在京中的时日不多，与任何官员都走得不远不近。要说这世上让我惦记的，只有母妃的尸骨。母妃不想葬于大周皇陵，她想回到草原，那里有她最美好的回忆。皇帝不答应，老臣恳求王爷救救小女。慢慢说，发生了何事？皇后娘娘竟下懿旨，让臣长女单独进宫，来者不善，恳求王爷去仁熙宫走一趟，臣日后对王爷定当万死不辞。庄丞相，慕容泽也可以救他，为何要舍近求远？王爷，几位成年皇子中，只有王爷能当大人，臣希望王爷能为大周江山稳定，不要让嫉贤独能的小人执掌乾坤。臣会全力以赴支持王爷。为了丞相女儿，
还真是用心良苦。不，即使没有小女，臣也会走这一步，只是可能会晚一些。我对皇位没有兴趣，不过看在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心上，本王愿意走这一趟。借着给母后靖安之名进宫，他不好拒绝。宣王府距离皇宫这么远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救下闺女。吃饱了，开始干活，走吧，头前带路。回什么禀呀？皇后娘娘肯定等不及我来了。大家都是有仇必报的直爽人，说吧，准备了什么节目？我陪你们演就是了。你们都聋了吗？没有节目，我可走了。给本宫把庄小鱼按住！庄小鱼，你是要造反吗？你们要打我，我才跑的，跟造反有什么关系？这只能说明仁熙宫的人太无能。傻，越锤越往下。皇后娘娘有何吩咐？把庄小鱼给本宫抓住，本宫要弄死他！哎呦，瞧不起谁呢？就他俩都不够我一个手指头玩的。呀，使劲使大了，这咋整？还玩吗？看皇后娘娘的样子，好像是需要男人了。本小姐菩萨心肠，就帮你一把。看皇后娘娘的样子，打算给自己灌上媚药，让自己失去清白，太损了。就让她自食恶果吧。看皇后娘娘的样子，应该是需要男人了。本小姐菩萨心肠，就帮你一把。你赶紧去把准备好的男人给皇后娘娘找来，晚了皇后娘娘可就血脉喷张而死了。娘娘，这不想让她死就赶紧去，死了就不好玩了。好死不如赖活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愁没柴烧。扶我去偏殿。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王八蛋。他根本不需要自己救，需要救的是皇后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你爹担心你的安危，让本王火速进宫救你，本王就来了。哦，你来晚了，节目已经结束了。看出来了。不过还有最后一个环节，你要是想看的话。我不想看。哦，不想看，那就回家吧。世上没有哪个女人会这么走路，这背影隐约有点熟悉。我爹那个愚忠的老顽固，我要告诉他我收拾了皇后，他肯定要阻拦，又是以下传上了，于理不合了。总之今天这事儿你啥也别说。倒是我占便宜了。你占什么便宜？今天是皇后占便宜了。那老皇帝就初一十五去一回，皇后肯定早就寂寞难耐了。你瞧着吧，她10孙之位会一直和那人保持关系的。我说错了吗？没有。也不知道便宜了哪个王八蛋。你知道那人是谁吗？是他亲侄子。你的情报网准确吗？准确无误。今日只有他侄子一个外男进了宫，而且这原本是为你准备的。那更是让他占大便宜了，还睡了个年轻的。你不算年轻了，侄子比姑姑也小不了几岁，是个妻妾人群的东西。若真闪指了庄大小姐，你的下场会很凄惨。小鱼，你没事吧？哎呀，爹爹，幸亏王爷去得及时，要不然女儿就下去陪我娘了。好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，臣说话算数，绝不食言。不用谢。亲爹就该是这个样子的，而我那便宜亲爹却想杀了自己。王爷就是你的救命恩人，救命之恩应当以身相许。王爷，你说是不是？不，爹，你别祸害王爷行不？人家王爷救了我，你想恩将仇报？你这孩子胡说什么？你不小了，该嫁人了。哦，老庄，我知道了，你不想养我了，你嫌我吃的多。您这丫头又胡说八道，闭嘴！王爷见笑了。这个死丫头就不能在王爷面前好好表现吗？相言，我家王爷已经有心上人了。你头一次这么机灵。有了，是谁家的女儿？老庄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人家王爷谈个恋爱有必要告诉你吗？还非得问。小鱼说的是，爹不问了，抱歉，王爷，臣告退。有此女在，庄家一定很热闹。也不知道那心上人，他心里有没有？
仁熙宫的丑闻捂得严严实实，皇后混乱竟没走漏半点风声。可另一桩惊天大案却轰然炸开。以刘尚书为首的官员联名上书，太子借公事之名染指各府女眷，有的已被纳入太子府为妾，有的连个名分都没有。同时，户部尚书弹劾太子勾结地方官，贪污受贿，证据确凿，呈于皇帝面前。太子德不配位，理应择贤者居之，不以虚我。纳妾本无可厚虑，可这一桩桩竟是逼良为奴。请陛下废太子！废太子！为了慕容霄，太子肯定是我的。三皇帝虽然比我优秀，但父皇不喜欢他。四弟游山玩水，根本都不涉足朝堂，象征也争不过我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慕容泽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是从慕容玄回京，还是从庄小鱼回京？他回来，一切就变了。庄小鱼当年道士所言，他戾气太重，克死亲娘，18年没磨去他的戾气，如今回来就是祸乱朝纲。没过几城里悄悄有了传言，庄小鱼是煞星转世，克死亲娘，红颜祸水，专门来覆灭大周。这简直是一派胡言！太子多年前就淫乱，与我家小女有何关系？他收受贿赂，不管民众死活，难道是小女让他干的吗？他娘本就体弱，孩子未生之前大夫就断验，有可能一尸两命，是他娘非要生下他的，与孩子何干？你说我女儿是红颜祸水，她祸害谁了？她从回了京城就大门不出二门不盖，从未接触过外男，红颜祸水又是从何说起？啊，老庄回来了，吃人家的嘴短，还得受人管。姐姐，爹爹今天好像心情不好，你快点。好的，好的，来了。嗨，大家早上好呀。小鱼来了，快吃饭吧。爹爹，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惹你了？皇后不安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事儿都不用查，小鱼知道了。啊，爹爹是说的哪件事？你说的是哪件事儿？我说的是皇后与她大侄子玩节目的事儿。什么节目？这个也不是什么重要节目，不提了。爹爹，你说的是什么事儿来着？皇后卑劣，竟然拿你做文章，说你是煞星转世，红颜祸水，祸乱朝纲。哎呦，我勒个去！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而来啊！一群蚂蚱，等老娘吃饱了再说。下官也是听旁人这么说，才据实禀报的。庄爱卿不必动这么大肝火，正所谓无风不起浪，查一查谣言的源头便是。皇后想把这潭水搅浑，可惜剩下这几个儿子，没一个能越过那个东西。父皇，此案交由儿臣彻查，定还忠臣家眷一个公道。姐姐，你不生气吗？不生气，谣言而已。看看，妨碍我吃饭了吗？还是妨碍我睡觉了？吃饭。一群蚂蚱，等老娘吃饱了再收拾他们。姐姐最近几天怪怪的，大白天就蒙头大睡，哈欠连天，就像熬夜了似的。晚上去看看她，灯还亮着，人应该在屋里，到底在干什么呢？姐姐，难道去茅厕了？那就坐在床上等她回来。皇后造我的谣，这事儿得替亲自登门处理。皇后最近过得不好，寝食难安，如坐针毡。仁熙宫里灯火通明，宫女太监都没睡，正好不怕打扰。一群蚂蚱挨个收拾。完了，玩过头了，死了。皇后娘娘，好玩吗？你要不要来玩会儿？敢让人造我的黄谣，看来你是被你侄子睡傻了呀！敢说我红颜祸水，我长得这么循规蹈矩，你说我是祸水，你的良心不会疼吗？还说我是来覆灭大周的，你真会放屁呀！那以后就叫你臭屁皇后吧。这颗药丸效会持续很久，估计它恢复正常，皇帝都该把它忘光了。臭屁皇后，好好享受吧。这里应该是皇帝上朝的地方。自古有多少人为了能做这个房子的主宰，争名夺利，残害手足，弑父杀兄，做尽龌龊之事，就为了短短几十年的畅快，到最后双眼一闭，不还是枯骨一堆吗？看开了，也看淡了，活一天，自在一天。姐姐，我昨天晚上是不是去找你了？没有啊，我没见到你。
是啊，我也没见到你，你去哪里了？我一直在睡觉呀。妹妹是不是睡毛愣了？是吗？难道是我记错了？就是你记错了，多吃点饭补补脑吧。难道真的是我记忆混乱？又放假了，给你一个，可好吃了。每日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谢长姐挺好的哈。我挺好的。特意赶回来安慰姐姐，结果换了个大苹果。吃吧，简单是简单，不过味道不差。至于吗？就是最简单的疙瘩汤而已。庄家人都一个德行，受不了别人对自己好。若是为有人对自己好，就要10倍100倍还回去。那人死都不承认是皇后受影，只治了个国舅治下不严之罪，此事不了之干的，没有确切证据。哼，真是便宜了那毒妇。我听说那皇后得了怪病，天天放屁，都不敢见皇上了。说是为了避嫌，其实是怕把皇上熏死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还是有避嫌，真是老天有眼啊！爹爹，我们可以出去玩吗？总不能每次都偷着出去啊。好，你们姐弟3一块带上几个护卫，注意安全。护卫就不用了，我们仨呢，谁敢欺负？还是以防万一的好。你们想买什么随便买，今天姐请客。姐姐哪里来的钱？当然是偷的呗。喝仔。婉儿去试这件，阿寻去试这件。姐姐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我弟弟真帅，就这件了，把旧的包起来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不是，我看见讨厌的人了。哟，还真是个讨厌的人。孙玉兰，好巧，庄大小姐也来买衣服，给你个表现的机会，看你怎么接。是挺巧的，这2件衣服就记在孙小姐账上了。孙小姐应该没意见吧？当然不会。若是庄大小姐不嫌弃，你也挑一件，都记在我账上就好。还挺上道，那就来一件吧，别辜负了孙小姐的一番好意。给你个机会，你接住了，往后的事儿再说。听这名字，应该有100样菜式，咱挨着尝尝。长姐，我们吃不了这么多。当然是一次吃不完，那就多来几次嘛。我同意，我同意。孙小姐为什么要答应给咱们付账？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吗？是太子无耻，想诬陷姐姐毁坏御花园的花卉，还找来几个人做伪证，就有孙玉兰，还第一才女呢，心坏着呢。结果呢？结果你不是知道了吗？太子被废了。那皇后接受惩罚了吗？她得了怪病，天天放臭屁，现在成了臭屁皇后，日子不会好过。还有这事儿？放心吧，跟我们作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菜来了，开吃。庄小鱼，你这个祸害，你害得我姐姐远嫁，你不得好死！张姐，这是薛洋，他竟然找到这里来了。别激动，吃饭。张文、赵武，把人扔远点。好好吃饭，吃饱了才有力气打人。张文、赵武，进来吃剩下的。是。庄小鱼，你这个女魔头，你这个害人精！女魔头可是会杀人的，你们2个准备好了吗？你敢？这里是大庭广众，我不信你敢杀人！看这样子也有点害怕，却梗着脖子不示弱。薛洋，你休要胡说八道，辱姐姐名声！胆子不小，看来对你姐姐还挺上心的。要不这样吧，给你们2个10年时间，把功夫练好，长大了再来找我。你找一个女人的麻烦做什么？你当不成太子跟她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这个女人干的，就是她让人把我废了，我要杀了她！那不是因为大臣们弹劾你吗？是你犯错在先。我与她势不两立。庄小如一只手就能碾死你，估计说了你也不信。若是再不知悔改，安稳日子也没法过了。司徒，你也看见了，薛子言远嫁都是他捣的鬼，他不是表面上这么简单。你既然知道他不简单，你还敢招惹？咱就做个普通皇子吧，还可以平安度日。不，我从一出生就是太子，你让我做个普通人，我不甘心。就算做不了皇帝，我也要杀了庄小日。你怕他干什么？我不怕他。大皇子，
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庄小鱼真的不好惹。听兄弟一句话。姐姐，那个慕容潇会不会？管他呢，吃饱了吗？那就够了。小鱼啊，玄王爷已经有了心上人，我们又不愿意你做小，你的年纪也不小了。打住打住，今日大家都高兴，咱不提那些无聊的事情。这终身大事怎么能是无聊的事情呢？你想嫁太子，你们能不能别老想我的事儿，咱想想国家大事儿。你这丫头是不是也有心上人了？呀，不好意思，这都能看出来，真的。不过我得先去问问他愿不愿意。他凭什么不愿意？你是我相府的嫡女。老庄吹牛都不打草稿，谁不知道你闺女是个乡下来的？这节骨眼上，谁愿意娶啊？姐姐，你是糊弄爹爹的吧？就你聪明。我会给姐姐把好管的，不会让你随便就嫁了。对了，长公主特意给小鱼递了帖子，请她去参加生辰宴。长公主是大皇子的亲姐姐，有可能泼茶水，有可能嘲讽我们不会作诗，还有可能诬陷我们破坏东西。不错不错，想象力挺丰富，继续继续。还有可能给我们茶水里下药，拉肚子药、养阳粉，总不能直接毒死我们吧？也有可能。那我们不去了吧？哎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们要虎子干什么？养着玩不行啊！你看见那根突出的树枝了吗？你看着，它是怎么掉下来的？可是，它为什么掉下来了呢？这是个傻子吗？看不见他挥手，一拳打在棉花上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个，明日生辰宴你别去了，长公主又没邀请你。不行，我要随母亲去保护你。因为有他们的保护，自己才施展不开。不过有家人的关心，挺好的。姐姐，我们要时刻防止被人暗算。你抓我这么紧干什么？哦，慕容玄怎么不大合群呢？这种场合他竟然没来。算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庄家大小姐吧？早就听闻庄小姐性子随和，快言快语。今日一见，果然英姿飒爽，不似弱智女流。谢长公主夸奖，山野村妇罢了。乡野之人自然不懂这京城中的规矩。但是庄小姐回来几个月了吧？庄夫人没教你礼数？教了，我天资愚笨，学不会，跟母亲没关系。既然庄夫人教不好你，本公主不介意帮庄夫人一把。你来本公主府上，让公主府的嬷嬷亲自教你。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，主动找虐啊！长公主殿下，小女顽劣，怎好麻烦公主？臣妇回去一定好好教导她。公主殿下，姐姐在乡下自由惯了，才没有礼数。臣女回去会帮母亲一起教她。庄夫人，你难道觉得本公主会为难庄大小姐不成？不是，臣妇是怕小鱼给公主惹麻烦。不用多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庄小鱼明日来公主府学规矩。好的好的，管饭吗？长公主的东西没有便宜的，去学规矩，白吃白住，今天没白来。别担心，既然长公主的目的已经明了了，那就不用怕食物中毒了。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这么多好东西，不吃白不吃。好事是妙哉妙哉。背得挺熟的。姐姐，孙玉兰的诗是？等着看。我来一首诗谜，大家猜猜是什么？一片两片三四片，五六七八九十片，千片万片无数片，飞入梅花都不见。这诗做得妙啊，把下雪的情景都描绘出来了。姐姐，这诗是雪花，你太厉害了。你还是挺聪明的。小姐这首诗还算可以。本公主说话算数，长公主的东西没有便宜的，今天没白来。庄大小姐，你在乡下这些年都干什么？一定过得……那当然了，洗衣做饭砍柴这些活我10岁就全包揽，不是我吹，就跟你的腰那么粗的树，我一斧子就砍断了。既然庄大小姐这么忙，那还有时间读书识字吗？果然是什么人就有什么心。行，你非要来，那就别怪我没有时间读书呀，我从来没读过书。
姐姐，这诗是你做的吗？我也没说这诗是我自己做的呀，这是郑县老前辈写的，我背下来的。哎呀，这也太不要脸了，竟然拿别人做的诗来打肿脸充胖子。这作诗有规定不能背别人的诗吗？再说了，你们的诗确定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当然是我们自己做的了，难道还要拿别人的作品骗人不成？那可不一定哦，有些人贪慕虚荣，为了那才女之名，投机取巧，欺骗世人，你们都被骗了呢，不止一个哦。你们一个个一口一个土包子，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住在乡下？我明明住在山上，好不好？还土包子，你们看我长得像包子吗？有我这么修长苗条的包子吗？还是这位姐姐明事理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咱就从咱们的京城第一才女孙小姐说起吧。孙小姐，你先说，你的诗可是你自己写的？庄大小姐，上次在宫里，因为我没看清楚，就冤枉了庄大小姐。你怀恨在心，我不怪你，可是你不能污蔑我的名声啊！闭嘴！他还是低估了白月光的杀伤力。行，那就全说清楚。我敢这么说，我自然是有证据。孙玉兰的诗是他养在后院里一个姓徐的公子做的，不信你们可以去孙家后院查看。如果去晚了，可能就被杀人灭口了。还有，你们说是慕容潇欺骗了孙玉兰，据我所知，他们二人是你情我愿，郎情铁意，根本不存在欺骗，更不存在强迫，甚至是孙玉兰主动勾引的慕容潇。来人，拿本公主手令去孙府找那个姓徐的公子，立马带来。一看孙玉兰这个反应，真相已经浮出一半了。他好像是在维护我的面子，那就暂时不杀他了。也就是他这一时心软，救了他自己的命。跟我作对者生不如死。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你这是要逼死我吗？你揭穿我不会作诗的时候，不是挺正义的吗？我敢承认，你却不敢，孬种！来人，拿本公主手令去孙府，把那个姓徐的给我带过来。本公主问你，这3年孙玉兰成了京城第一才女，那些诗可都是你做的？是，草民这3年一直在给孙小姐写诗，她背下来，到处参加宴会，为了在人前出彩。怪不得3年前文采平平。人设这个东西，立得快，倒得也快。京城第一才女的人设就这样轰然崩塌，但有人已经开始记恨。这个女人太可恶了，她把人都打晕了，她就是个妖女。庄小鱼，赶紧滚起来！慕容潇，你是不是肠胃不好，脑子被拉出去了，看不明白状况吗？以后要对我尊敬点。你这个妖女，肯定是会妖兽星，把她拿下！重新说，谁给谁道歉？你管这叫妖术？慕容潇，你连基本的是非都分不清楚，知道什么是实力吗？就你们这点本事，我收拾你们都不费吹灰之力，还一个个上蹿下跳，实在是不自量力。还整碗水顶着，幼不幼稚啊？别成天整没用的，好好做个人吧。既然都已经嫁人了，就好好相夫教子，不要去管娘家那些破事儿，当心连你夫儿都搭进去。还有你，慕容潇，心眼跟针篦儿似的，就干些上不得台面的龌龊行径，还想做95至尊，你觉得你配吗？好好活着吧，再得瑟，老娘捏死你们！虽然早死晚死都是死，你肯定不想早死吧？备车，把老娘送回去。是，这就对了。庄大小姐到了。辛苦了。王爷，那个庄大小姐好像不简单，她竟然让刘星亲自驾车送她回家。这是挨揍了吧？您怎么知道？本王见识过她的实力。她不会就是王爷说的那位女子吧？凡是提及那位姑娘，爷就开始走神。他家英明神武的将军哪儿去了？备车，去庄府。风流倜傥，玉树临风，差不多了。王爷照镜子照了半天，就为了去见庄大小姐。他嫌弃王爷的眼神，他难道没看到吗？王爷亲自来，是有什么吩咐？
难道是想通了，想要那个位置？本王是来找庄大小姐，有事情问她。好，去把大小姐请过来。王爷，可是小鱼又惹了什么祸？没有，是有事情需要找大小姐证实。王爷找我有事儿。庄小姐果然爽快。本王回京城时遇上有人刺杀，得一女子相救，那女子可是庄大小姐。我一路上救了很多人，你是哪位？以树叶为标，帮本王杀了刺客，可记得否？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小可怜啊！是我。小可怜，他是挺可怜的，但是哪里小了？个子比你高，年纪比你大，怎么能称得上小呢？哎呦，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要杀你？知道谁干的不？知道。你要是不行，就跟姐说一声，姐可以帮你。小鱼，莫要胡说八道，王爷怎么能需要你一个弱女子帮忙？姐姐不是弱女子，是巾帼不让须眉，救命之恩应当以身相许。小鱼姐姐，本王已经准备好了。不，只要你愿意。我不愿意，不愿意，不要往下说了，再说我跟你翻脸。王爷屈尊降贵求娶你还不答应，你是不是傻？老庄，你愿意你嫁。你这个孩子，王爷那么优秀，你到底哪里不满意？爹，你忘了人家有心上人了。可不是嘛，一激动就忘了这事儿。这么说还真不能答应。王爷，这事儿陈家小女也有心欲其人，这……他说心仪之人是谁？他心里那个人肯定不如本王好。王爷，庄小姐嫌弃的眼神您真的没看到吗？臣女魏莹见过王爷。你告诉他以后别来了，免得让小鱼误会。王爷，莹儿自从5年前见了王爷一面，就始终念念不忘。您就看在莹儿一片真心的份上，给莹儿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魏小姐，请回吧，我家王爷不会见你的。回府，若是再来，扔远点。这个魏小姐真痴情啊，家世也好，比庄小姐强多了。庄小姐还嫌弃王爷，可王爷偏偏。魏莹一次次出现在玄王府门口，众说纷纭。有人说魏小姐不知廉耻，也有人说是真的喜欢玄王。大家不理解王爷为何不待见魏莹。魏氏一族势力庞大，娶了魏莹，要想要那个位置可是更容易些。慕容玄坐在书房，对这些议论浑然无觉，手边摆着一面铜镜。本王如此俊美，他为何不喜欢？本王若不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，还看不上他呢。站没站养，坐没坐养，口不择言，疯疯癫癫，除了自己，估计没人愿意要。明明天天念叨人家，还嘴硬的说看不上。王爷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虚荣？去买首饰吧。是。建议打听了好几个娶了媳妇的男人，给出的建议都是送礼。女人喜欢漂亮衣服和首饰，送的多了，自然就会爱上你了。玄王爷，您想给谁买首饰？这事儿也要报备吗？王爷误会了，您是要送给什么样的人，草民才能根据需求推荐。送给未婚的姑娘。那选这边的，玉镯、金钗、步摇、耳坠，就要整套吧，最贵的。小鱼姐姐，感谢你救了我，小小礼物，不成敬意。哦，行，既然是你的诚意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这闺女连基本的礼谢都不会吗？臣替小鱼谢谢王爷。只要庄小鱼不拒绝，慕容玄就送。从衣服首饰到水果美食，给庄小鱼买东西成了他每天必做的事情。去百善居吃饭吧，我请你。好。主子这是被拿捏的死死的。王爷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走。不得不说，这家伙长得是真帅，那俊逸的脸庞如雕刻般精致，剑眉星目恰似仙人下凡，就像那画中走出来的绝世公子。可惜这些庄大小姐根本不在意。你比你爹好看多了。这是在夸他？原来还可以这么赞美别人的容貌。我已经点完了，就等你了。小鱼姐姐是想通了？想通什么？想要本王的身子了。你正常点行不？姐对茶里茶气的人过敏。看来小鱼不吃这一套，实在有点尴尬。幸亏别人没看到，要不是让属下们看到他这副模样，他还怎么带兵？我爹说你对皇位不感兴趣，你为什么不回边关呢？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没做。能说说是什么事儿吗？或许我能帮你呢。这事儿你帮不了。不说出来，你怎知我帮不了？我可是很厉害的。我知道小鱼姐姐天下无敌，不过这事儿不是武力能解决的。好吧，需要我了就吱一声，不用客气。除了让我嫁给你这事儿，我哪里不好，不得小鱼姐姐喜欢？你哪里都挺好，是我不想嫁人。对了，建一那次说你有心上人是谁啊？是因为这事儿吗？没有，我心里一直是你，小鱼姐姐。从始至终，我就只有你一个心上人。我不想嫁人，我想让老庄养我。至于救命之恩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是谁我也会救的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
我知道，你自小失去父母的爱护，你渴望他们疼你，想留在他们身边多住几年也是可以的。我可以等你。别为了我耽误了你的好姻缘，请你不要等我。不，我一定等到你想嫁为止。真的不用等我，我不想嫁人。总有一天，你会想嫁的。这饭没法吃了，你自己吃吧。这人真是固执。不过，总有一天，王爷，庄小姐气走了，您还在笑。爹，你和慕容玄的母妃熟悉吗？不熟。为何这么问？真不熟？真不熟。他在后宫，我在朝堂，我怎么能与他熟悉？真不熟。真不熟。他在后宫，我在朝堂，我怎能与他熟悉？就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旧情？庄小鱼，你是不是画饺子看多了？你爹也敢乱编排？不是啊，我觉得慕容玄的固执劲儿挺像你的，万一他真跟咱家有点关系，咱不得先弄清楚吗？我倒是想有个那么优秀的儿子，可惜，若真如此，皇帝还能容得下我？那倒也是，这皇帝脑子也不正常，这么优秀的儿子，别人都羡慕还来不及，他还往外推。以后不许说这种话了，若是传出去，可是会惹来大祸的。逆子，你敢放朕！是父皇一直不愿意和儿盆好好谈。朕就是不同意，你又能如何？若是父皇执意不让儿臣带走母妃，儿臣会尽我所能夺了你的江山，让你最在意的一切都不再安稳。你这个孽障，你怎敢！父皇既然从未把儿臣当成亲生骨肉，儿臣又何必再顾念所谓父子情分？对了，还请父皇告知我生父是谁，我也好认上一认。陛下，您真的确的生父是你吗？来人，来人！父皇以为收了我的兵符就高枕无忧了吗？父皇不要以为收了我的兵符就高枕无忧了。我的人只认我，不认兵符。若是让他们知道我出事了，总会有人带兵打过来，为我讨回公道。逆子，朕当年就不该留下你。若早些舍弃我，边关这些年谁替你守？以前是儿臣顾及父子情分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以为不够优秀，不管哪一样我都做到了最好，可父皇依然不喜。这个父亲不管是不是亲的，我都不要了。你和那个早死的贱人一样，不识抬举。你到底想怎样？让我把母妃的棺椁带走，我可以不抢这太子之位。你说话可算数。我既然不是父皇的孩子，肯定不会跟父皇一样卑鄙无耻。我言出必行。好，朕答应你，离开京城就不要回来了。岳飞不想死了还与他葬在一起，他做不到的事，他儿子为他做了。那里才是他的家。不回来，我还要回来娶小鱼的。为什么非要把你母妃葬回草原？母妃的遗愿。做人嘛，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。若无性命之忧，根本不需要努力。反正所有人活到最后都是死。这是18年修行得出的真理吗？似乎很有道理。你要是懒，就在边关待着；要是爱动弹，就回来把我爸打下。王爷这又是走的什么路线？乖，不要和那些蠢货生气，平白降低了咱的素质，是不是？人生也就短短几十年，所以每天都要快快乐乐的。爱我们的人是希望我们快乐的，所以兄弟，你是不是该把脑袋挪开了？不要，再靠一会儿。小鱼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。那个慕容泽没安好心，不要理他。明明目的和你一样，人家就没安好心了。晚上不要出去，好好睡觉。你怎么知道我晚上出去？我看见了。你晚上也瞎出溜呀？小鱼，等我回来好不好？我们继续把酒言欢。好。你王府的那点钱都送给我了吧？这个不是买的，祖传的。我走了会很久才能回来。
一定要想我。好的，好的。明日不用去送我，他本来也没打算去。我走了。再见。慕容玄告诉我，这皇帝不怎么地道，他能在回京时搞刺杀，保不住离地时也不老实。慕容玄留不得，是让暗卫营全部出动，这次绝不能失手。待那个杂种死了，就把那贱人的尸骨放火烧了，就当他们母子从来没出现过。是。来晚了，没听到精密部署，但确定了，他们要对付的是慕容玄，突然有点心疼他了。这小子还真是可怜啊！不管你如何努力，人家一直都是想让你死。我这人很懒，不想劳心费力去保护他，只能把皇帝的计划扼杀在摇篮里。陛下，我们集体着了贼人的道，昏迷了5天，如今醒来还是浑身无力，不知道是谁干的。一群废物，不用查也知道肯定是慕容玄干的。陛下息怒，真的是只该死。慕容骁已经废了，尽快让慕容泽势力壮大起来，得给他拉拢一个有实力的岳家。来人，传我赐婚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庄氏嫡女庄小鱼特赐婚于二皇子慕容泽为侧妃亲子。狗皇帝是怎么敢想的？我这就去找他喝茶。你先不要冲动，爹爹来想办法。我他妈再不动一下，还不知道马王爷3只眼，奶奶个腿的！本想与他和平共处，他非得要吃屎拱土。奴才只是个传旨的。爹爹去求皇上收回圣旨，就说小玉已经有了婆家，还要用这样的理由拒绝？不需要，就去告诉他，老娘不愿意。要温婉，要温婉，不要一口一个老娘。你是谁的老娘？也是哈，以后不说了。姐姐，姐姐总行了吧？怎么总觉得称呼老娘霸气一点呢？皇上这是有意扶持二皇子做太子，在帮他拉拢势力。有能力的男人需要用女人来拉拢势力吗？为父最中意的是玄王殿下，可惜你们无缘。小鱼，你不是也有心上人吗？哦，问了，人家不愿意娶我。是吗？是。哼，你以为为父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？知道我胡说八道你还问？爹，你说说，如今的皇帝为人如何？算是恭俭勤勉，勤政爱民，算是明君吧。听你的口气挺勉强的，他不咋地是吧？做皇帝也有很多身不由己，人人都会犯错，只要不是祸国殃民之错，都可以忽略。可是他要杀了慕容玄，就算慕容玄不是他儿子，好歹也是大周战功赫赫的将军，杀了他于国于民都不是好事儿。你说他不是昏君吗？或许皇上和玄王之间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那皇帝就是想让慕容玄死，他就连对岳飞的痴情也是装出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慕容玄亲口说的，自己半夜去偷听皇上墙角了。军心难测，我们不敢妄言。狗屁军心，他就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。休要胡言乱语，你收拾东西离开京城吧。你又要赶我走？你去找玄王爷，为父看得出来，他中意你，你与他又有救命之恩，他会保护你的。他都得靠我救，还保护我，我才不走。那慕容泽敢娶我，我就敢弄死他。不行，晚上去把人废了。其实他也挺无辜的。算了，这事儿还是留着跟皇上掰扯吧。魏莹接到圣旨时也傻眼了，他喜欢慕容玄的事情人尽皆知，皇上为什么还要给他赐婚二皇子？莫说慕容玄不喜欢他，就算是喜欢，也不能跟圣旨对着干。嘿，他倒是荤腥不忌啊。不要白不要，这点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是9牛1毛。姐姐，你真的要嫁给二皇子吗？怎么可能？我眼睛又不瞎，就算嫁人也不可能嫁他。庄大小姐还是一如既往的会吹牛，这圣旨都下了，你敢不嫁？不想活了？我的脸！你这个悍妇！这是谁啊？这是宋将军家的女儿宋婷婷。姐姐，你闯祸了。什么祸？是他先嘲讽我的，闯什么祸了？宋将军脾气不太好，异常宠爱这个女儿。我爹脾气也不太好，也很宠爱我这个女儿。他还有一个未婚夫，是大理寺少卿。未婚夫？谁没有似的？他还有个哥哥，我还有个弟弟呢。
呀，姐姐，宋小姐毁了容，他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怕什么？是宋家娇女无芳才来主动挑衅我的，她家人来了也得跟我道歉，我顶多给她出个医药费。走走走，姐给你买苹果吃去。你就是庄小鱼，你伤了我家婷婷。是我，你是他爹，还挺年轻的哈。姐姐，这是他哥哥。哦，宋大哥啊，弄岔劈了。我说怎么这么年轻呢？要来个苹果不？少套近乎！你伤了我妹妹，掌嘴20，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亲自动手？我只打了他1巴掌，你要打我20。婷婷的脸是挺疼的，可谁让她自不量力来挑衅我呢？没有打虎艺就不要上山岗，不是擒龙手就不要下东洋，这是个教训，让她以后低调做人。来吧，正好手心痒。吓死人了！还有一掌被打死了呢。这就是丞相府大小姐庄小鱼，一身蛮力，能拔起粗树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姐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以后跟着姐混，谁都不用怕。我记住了。回去好好管教令妹，等她伤好，亲自来向我道歉。你这般模样，爹爹定会怪我。不怕，爹爹从来吵不过姐姐。姐姐是我心中天下第一，往后我唯命是从，肝脑涂地，万死不辞。还肝脑涂地，别恶心我了。此事很快传遍京城，庄小鱼得了新名号，京城第一悍妇。陛下，丞相之女庄小鱼当街施暴，长雅臣女重伤臣长子，行事蛮横，无法无天，请陛下做主。宋将军息怒，此事尚有内情，不如等丞相出面，一同商议处置。宋将军哭诉子女受伤，可整件事起因是令女街头主动出言，优辱挑衅小女，在先挑事者本就理亏。宋将军这般想，其实也不无道理。此事双方各有过错，朕不便直接决断，交由丞相自行回家关束女儿，宋家不得在私下寻衅。今日朝堂宋业告你一状，皇上让我严加管教，往后行事收敛几分。反正二皇子侧妃的赐婚我本就不愿，不如借此机会把这门荒唐婚事一同退掉。婉儿，给二皇子倒茶。是姐姐。小鱼妹妹，你打伤宋婷婷，理应登门致歉。小事而已，等宋婷婷伤好，来向我道歉便可。我不计较她主动挑衅。明明是你伤人，为何反倒要她道歉？是她出言羞辱在先，我还手还被她划伤手掌，挑衅者必须赔罪。敢问妹妹，本皇子究竟何处让你看不上？你样样普通，长相平庸，能力平庸，凭什么配得上我？我纵使不算顶尖，你也未必出众，行事粗鲁失礼，我自认并不比你差。我粗鲁是有本事，不拘小节是底气。你有这般本事吗？敢上阵杀敌吗？敢在皇室面前直言不讳吗？沙场自有将士，皇室面前无礼便是不孝。本皇子恪守本分，并无过错。无能不必狡辩。你忘了慕容萧为何被废？他荒淫无道遭弹劾，与你无关。往日无人弹劾，为何一夜之间百官联名？若你不肯退婚，便去陛下面前斡旋，能促成退婚，算你几分本事。不必道歉，我护着你，不许退婚。你这般有本事正合我意，我即刻进宫安排。干啥去了？说不准。二皇子去哪儿了？事情谈妥了？谈妥了，婚事绝对成不了，等我消息即可。你们到底谈了什么？只是闲聊。走了，婉儿，去后院吃苹果。姐姐太厉害了，竟能说动二皇子转变心思。不过几句实话罢了。慕容泽倒是有趣，但这门婚事必须推掉，绝不能让皇帝的算计得逞。静观其变，一步一步拆解棋局。庄小姐，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保证以后不再找庄小姐的麻烦。行了行了，二皇子，庄小玉根本看不上你，她说眼睛瞎了才会看上你。我知道，确实是本皇子配不上她，委屈了她。但你说她吹牛是你不对，你需要跟她道歉。你就是个废物，还是大理寺少卿呢！你的未婚妻被人欺负了，你毫无办法。若宋小姐对我不满，大可与我退婚，
温谋绝不强求。哎呀，哪是亲，骂是爱嘛！小鱼真是再有。我怎么就遇上这么个赖皮狗？这世人对他的传闻，怎么没说他还是个赖皮狗？对于这个赖皮狗，我还真下不下手弄死他。去金兰殿退婚。小鱼妹妹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。皇上，我是来跟你儿子退婚的。这么个东西我看不上，婚约作废，以后不要让他再打扰我，我会忍不住弄死他。大胆，庄侍女，金銮殿上岂容你胡闹！来人，掌嘴！完了！父皇息怒，都是儿臣的错，是儿臣惹恼了小鱼妹妹，才让她疯疯癫癫，口不择言。慕容泽，你想死是不是？你说谁疯疯癫癫，成天装疯卖傻的不是你吗？姑奶奶，我是在救你，不要说了。我是来通知你们的，不是商量。我和慕容泽的婚约作废。收到父皇，儿臣与小鱼妹妹两情不悦，请父皇成全我们婚约作废。你早干嘛去了？姑奶奶，给点面子，这里有这么多人呢。你们两个当这里是菜市场吗？来人，把他们拖下去，每人掌嘴40。这点招数也拿得出来？狗皇帝就认识40个数吧？臣恳请皇上息怒，就由臣来替他受罚吧。不用，岳父大人，就由我来替小鱼妹妹吧，打我80就好了。你想挨揍我不管，姑奶奶可不想挨揍。庄爱卿真是生了个好女儿，朕活了这么久还真是开了眼。来人，等等，大周皇帝先看完这个东西，再决定要不要打。18年前，灵虚道长路过大周，皇帝求了道长给大周祈福，道长要的报酬是一个承诺，日后有人拿着这个来找他，必须无条件答应要求。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灵虚道长的铁券？这是你从哪里得来的？我师父给的，他说你看见这个就会无条件服从我。你胡说，朕只答应他一个条件。就一个呀？那我得好好想想。师父说是一个，我就是故意炸他。就一个的话，为了避免你日后再乱点鸳鸯谱，你退位，我做皇帝，以后我要嫁谁娶谁，我说了算。你好大的胃口！朕只答应不伤伦理的条件，你竟然想谋朕的江山！我对江山不感兴趣，杀了他罪不至死，不杀又挺膈应人。我想如果我做了皇帝，是不是就没人膈应我了？算了，我保留意见，以后再说。庄小石，你不该如此猖狂。呵呵，我已经听到你咬牙了，可惜咬牙也没用。我敢张狂可不是因为师父的面子，我有猖狂的实力。你老婆儿子都惹到我了，你连个致歉的态度都没有，等着吧。小鱼妹妹，你看在我刚才差点替你挨扭的份上，小鱼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，你是在梦里。今天皇帝勉强算及格，装逼遭雷劈，送给他。我就想套个近乎，怎么就上房了呢？等我下来已经是傍晚了，从早上就没吃早饭，肚子在咕咕叫。小鱼妹妹实力不容小觑，看来她以前手下留情了。小鱼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是，你是在梦里。是，这不是梦。你跟爹好好说说，今天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都看到了吗？我师父给了块铁，能让皇帝答应我一件事。我今天就是去看皇帝是不是言而有信。考核第一步，勉强及格。他要是言而无信呢？我就拍死他，皇帝换人。你看看你，今日把大家都吓着了。知道了，以后不吓唬他们了。皇帝不招惹我的话。唉，你武功这么好，指点一下婉儿，让她学点防身的。可以的，让阿寻也回来吧，他俩一起。阿寻还要读书，来年秋闱入围了回来再让你教他。他是现在也可以回来读，多少人没钱去书院，不是照样参加科考吗？咱家不是不缺钱吗？
今日金銮殿上我亲眼所见，你们娘俩务必记牢。一巴掌把人扇上房顶，那传言的祸国妖女难道是真的？那群老家伙不会被吓破胆吧？儿子，不要去招惹那个妖女了，她就是个怪物。冯姑姑被她扔来扔去，就像玩皮球，2个侍卫直接被扔没影了。母后，我知道，她的实力在宫里是少见的。她刚才还把二皇帝扔到金銮殿房顶上去。二皇帝现在还没下来。庄小鱼今天来金銮殿是要退婚的，父皇也拿他没办法。婚事退了，二皇帝还要纠缠，就被他送到房顶上去了。不能惹，不能惹，这个女人不能惹。告诉你皇姐，也告你舅舅，躲着她点吧。小儿，他没打过你吧？没有。好死不如赖活着，儿子，好好活着，谁做皇帝咱都不管了。母后也不用过于担忧，庄小鱼不是随便就打人的。小姐，今日庄家小姐大闹金銮殿去退二皇子的婚，她还坐到皇上的龙案上去了，把二皇子直接送到金銮殿屋顶上。跟那天挂树的事对上了，那天的人一定是他，还有皇上答应不伤他，那个铁圈肯定也是他拿的，一切都是他。庄小雨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庄小鱼，我一定会让你知道惹了我的代价，你且等着，本小姐一定要让加倍偿还。母妃的棺椁，我终于送回了草原。这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，也是他一生的遗愿。爷，京城来信。回京城。爷，发生了何事？皇帝给慕容泽赐婚，把庄小鱼赐给他为侧妃，立刻回去阻止他们。王爷，您急中用乱，庄小姐不愿意的事，没人能强迫她吧？那个慕容泽不省心。天黑赶不及，先在镇上歇一晚，用完膳早些歇，明日早起赶路，还要几日才能赶回京城。我看上那个男人了，我要让他臣服在我脚下。小姐，咱们是偷着出来的，不宜闹得太大。他若不听话，我就给他下蛊，他必须是我的。小姐不可，老主子郑重交代，不可随意对人用蛊。放心，只要他答应做我男人，我就不会难为他。那位公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，怕是不好惹。我叫古娜，是苗族圣女的妹妹，我看上你了，你跟我回家。有病就找大夫。这个男人，我要定你。追！休想逃出本小姐的手掌心！小姐，咱们出来够久了，不能再耽搁。本小姐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你敢偷着跑，欠打了！疯子！姑娘，若再无理取闹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想怎么不客气？就凭你还敢动本小姐？这鞭子看着不痛，竟削不断。本小姐看上你家公子是她的福气，若再不知好歹，我把你们都杀了！姑娘好生无礼，你看上了就得跟你走，凭什么？就算你是玉帝的女儿，也不能这么强人所难。本姑娘就要强人所愿，就要她今日必须跟我走。这小丫头身手竟不弱。早睡早起，明日赶路。这就是拒绝我的下场。小美人，感觉怎么样？往后隔几天发作一次，越来越痛苦。你若现在跪地求饶，我就帮你解毒，跟我回去做我男人。卑鄙！你竟给王爷下毒！原来您就是大周的玄王慕容玄。知道就好，解药拿来。这是我自制的血蛊，做我男人，蛊毒自解。你杀了我，他的蛊毒就无人能解。你到底要怎样？我是苗族圣女的妹妹，做我男人不会太委屈你。本王已经有心上人，不会和你在一起。心上人吗？那我把他杀了。
你就是我的。爷，解药！大侠饶命，我只是逼你，我劝过小姐。这蛊毒你可会解？我不会。那就杀了吧，收拾干净，不留痕迹，明日早起。爷，您杀了他是不是太草率了？本王不受任何人威胁，先回京城再说，我受得住，总会有办法。哟，这不是当初一听相亲就左顾右探，说儿子年纪未到的几位夫人吗？庄大小姐，您深藏不露，不知可否教导一下犬子？犬子，什么东西？大小姐，以前有失礼之处，还请大人不计小人过。看在我家老爷与相爷同朝为官的份上，您把我家默笙稍加一番。默笙还没熟悉好听呢。大小姐，您答应了。我怎么那么闲？给你儿子，皇帝的儿子，我都能给他扔房顶上。你觉得你儿子能扛我扔几下？哼，都是人精，就是算盘打空了。好好练，水洒出来要接受惩罚的。姐姐，要顶多久啊？我去睡一觉，等我醒了再说吧。完了，姐姐这一觉指不定睡到什么时候。二皇子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听见了，他睡了，我来陪婉儿妹妹练功。我不用你陪。你是不是也想跟姐姐学功夫？可惜小鱼妹妹对我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，我害怕她再把我扔房顶上去。上回那房顶瓦片硌得我3天没睡好。可惜小鱼妹妹对我一点也不怜香惜玉，我怕她再把我扔房顶上。这样吧，以后姐姐教我的，我再转告你，你回家自己练也是一样的。姐姐说10年磨一剑，练功不是短时间就有成就的，要10年如一日的坚持。婉儿妹妹，你太善良了，你就是我师傅。若是以后有人欺负你，就告诉哥哥，哥哥罩着你。二皇子，你还是先照好你自己吧，我有姐姐就行了。一个皇子混成透明人，靠娶媳妇拉拢势力，还想罩别人，真不知道哪来的底气。以为本小姐睡着了？姐姐，是不是没见过杀人？没有。今天让你见识一下，你想让他们怎么死？我想让他们快点死。我妹妹说想让你们快点死，所以你们要感激她，免除死得太慢的痛苦。哼，庄大小姐好大的口气。昏迷了5日，还没得到教训吗？果然是皇帝的暗影卫。培养一个暗卫营不容易，我是真的不忍心你们全军覆没。你们回去告诉皇帝，我们可以和平共处的，他为什么非要杀我呢？少废话！婉儿，这几个你是想让他们死，还是想让他们活？姐姐，你太
害了！以后把结巴的毛病改改。你们以后不许再找我们的麻烦，我就让姐姐饶了你们。跟他们说没用，婉儿，他们自己说了不算。你要是想让他们活着，我就放他们走；若是不想放，姐姐放了他们，会不会给你造成麻烦？不会。那饶了他们这次，若是下次再犯，杀光你们！我妹妹发话了，你们滚吧。顺便告诉皇上，她以后没有安稳日子过了。多谢两位小姐。姐姐，皇上为什么要杀你？因为他不想过舒坦日子。爹，皇上派人来杀我了。也是因为你太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他才怀恨在心，想除掉你。你的意思，他做的对，我得顺从他的意思，是吧？当然不是，怎么能死呢？不能死。那你说，应该谁？能不能谁也能？这个老爹实在太忠诚了，再聊下去，他怕是要让闺女。老是有人打自己的主意，犹如头顶悬着一把刀，说不定哪天就着了道。不行，得想个办法，让皇帝顾不上自己。这几个皇子怎么也不闹腾一下，给他爹添点堵。真是的，慕容霄那个狗东西，被废了就缩着不动弹了。陛下，劫杀庄小鱼之事计划败露，我部人马折损殆尽，暗卫营所剩无几了。庄小鱼托人捎了信给陛下，说您往后再无安稳日子过，朕是九五之尊，这口气朕咽不下。暗卫营接连折损，朕当真要成孤家寡人了吗？蠢货，还真以为本姑娘不知道他来了。滚出来吧！小鱼妹妹，你发现我了呀？你那个做派很难不让人发现。小鱼妹妹，我没有恶意的，就算不能做夫妻，咱们也不是仇人，不是？你说的对，我们不但不是仇人，还可以做朋友。真的吗？小鱼妹妹愿意与我做朋友，就是愿意教我功夫了。哼，慕容泽，你有20几了吧？怎么像个小孩似的？古代人早熟，不该是这副模样。23岁，我和三皇帝同年出生，我比他大3个月。你还好意思说比他大3个月？慕容玄5年前就独当一面，带兵打仗了。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？我就吃喝玩乐去了。我以为上有皇兄，下有皇帝，我就是个老二，不需要那么辛苦，就荒废了些。你确实是个二。姐姐，我是不是也是二？也确实挺二的。二了这么多年了，也该做点事情了，是不是？小鱼妹妹让我做什么？这个二货是时候派上用场了。你在朝中也好几年了，就没抓到大臣一些小辫子什么的？有。有多少？不少。你留着干什么？就想着以后万一能用得到，为自己备一条后路。我靠，也不是很二啊，现在就能用到了。把那些东西交给皇帝，让皇帝查他们去。看着我干什么？不是要练功吗？蹲着去。小鱼妹妹，我听你的，我们是不是就是一伙的了？你得好好执行命令。行，我今天晚上回去整理一下，这事儿明天就办。睡觉去，只要给皇帝找了麻烦，他就没时间找我的麻烦。这个二货也不是一无是处，感觉该培养几个小弟为我所用。婉儿妹妹，你说小鱼妹妹为什么那么喜欢睡觉啊？
姐姐可能晚上没睡好。她为什么天天睡不好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得找个助眠的方子，讨好了庄小鱼，就等于讨好了庄贤，再讨好魏家的准岳父。只要三皇帝不跟我作对，我就能稳坐皇位。至于魏莹喜欢谁，都不重要。皇家之人没有单纯的，都说这四皇子只爱游山玩水，不涉朝政。可我这直觉偏不信。房上可是庄大小姐，这都能看出来，月光下又不熟悉，他是怎么认出我的？这京中的女子，也只有庄大小姐有此身手，也有此爱好。你还挺了解我的。我们上次遇到过。啊？上次是哪次？就是看慕容霄和孙玉兰那次。我去，那人是你！你半夜不睡觉去看人家？庄大小姐，那事儿明明是你告诉我的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？说的也是。他们两个搞在一起，也是你做的吧？净瞎扯！他们俩可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与我可没关系。是吗？我还以为庄大小姐嫌弃大皇兄纠缠，才搞出那些事情。我是去报复孙玉兰，恰巧碰上的，还便宜你了。那叫便宜，我怕长针眼，好不好？我去纯粹是为了证实真伪。听说四皇子在外游山玩水，可有什么心得？我自小被困在四方宫墙内，读的是四书五经，学的虽有治国之道，却是纸上谈兵。很久之前就想出去看看这世间的模样，终于等到吩咐出宫，我便迫不及待离开了京城。我看到的，的确是不一样的世界。民众并非大家说的那般安居乐业，官员也不是表面上的那样清正廉洁，世间诸多不平事，需要改变，也需要时间去改变。二人明明素无交集，坐在一起竟能畅谈人生，他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外。原来这大周最心怀天下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四皇子，失敬失敬。我人微言轻，谏言迟迟得不到回复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你谏什么言了？朝中官员腐败，才连带地方官员也腐败。要想根治，就得先从朝中大臣开始，尤其户部最是腐朽。只有官员清廉刚正了，利民的政策才能得以实施，否则又成了贪官获利的机会。我明白了，你晚上乱出溜是找贪官证据去了？实在是精力有限，收获甚微。你嘚儿呀，就不能找人帮你？不知道人多力量大吗？不知道团结就是力量吗？我这几年不在京城，人脉不多，又怕做不成连累他们。若是惹恼父皇，他会以为我想要他的江山。你现在有机会了。什么机会？明日慕容泽会弹劾朝中的官员，你也顺道一块顶一下，把那些贪污腐败的官员拉下来。庄大小姐怎知二皇兄明日会弹劾？管那么多干什么？明天你俩穿一条裤子，把这活干好了，你的伟大抱负指日可待。一条裤子如何穿？就是你穿一会儿，他穿一会儿，好好干。年轻人，世界是你们的，加油！看来大周这几个皇子也不全是窝囊废，若能拧成一股绳，未来还是很可期的。父皇，儿臣这几年收集了众多官员贪污受贿、抢占民女、宠妾灭妻的罪证，桩桩件件，恳请彻查。这小子就算着急出风头，也不用一下子参这么多人吧？你是打算把朝堂上大半的人都得罪完吗？父皇，儿臣复议，贪官不除，国将不国，恳请严惩所有贪腐之徒。姑娘想见江公子，我得先去问问。还得问问，看来还挺有地位。谢谢了，见一次多少银子？姑娘请上去吧，江公子不用银子。嗯，哼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，不就是用美色赚钱的？姑娘，楼上请，江公子可以见你。江鹤见过庄大小姐，大小姐请坐。
这可是原装的美人儿，好想摸一摸。你妈怎么生的你啊？怎么能这么俊呢？姐姐喜欢就好。喜欢？你太好看了。你家人呢？怎会沦落至此？都死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无事，都过去了。谢谢姐姐联系，姐姐喝茶。我不喜欢喝茶。那姐姐喜欢什么？要听琴吗？不用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养养眼，眼睛有点不舒服。男人原来也可以如此勾魂夺魄，可他不是花痴，他更喜欢看美男子脸红的样子。姐姐，你这样盯着阿赫，阿赫会不好意思的。为什么不好意思？不是每天有很多人看你吗？才没有，阿赫的脸也不是谁想看就能看的。这位公子，江公子在会客，你不能进去，滚！慕容玄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若不来，小爷是不是就成了别人的姐姐了？我听说清风馆有绝色美人，就来一饱眼福。这是江鹤，很美吧？玄王爷确实美若天仙，妖媚至极，小爷莫要被她迷惑了去。放心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有点意思。一切可还顺利？一回来就听说他去了清风馆，连王府都没回就赶来了。我想小姨姐姐了。我也想你了。真的吗？我出门时还在想，那清风馆的公子到底有没有你好看呢？那姐姐觉得我跟他谁好看？怎么黑了，还瘦了，皮肤手感还不好了？那江公子手感好是不是？你喜欢他了是不是？你讨厌我了是不是？不知道，没有。姐姐连说话都这么敷衍我，看来我不该急匆匆赶回来，耽误你和江公子幽会。你给我好好说话，再演我把你扔出去。真粗鲁！我刚葬了母妃，就听说你被赐婚慕容泽，怕回来晚了你就嫁过去了。绝不会嫁那个二货。你刚回来就在王府休息，别掺和。最近朝堂不稳。好，我听小姨的。20多年默默无闻的慕容泽，一夜之间成了公堂上最稳的人。账册清楚，身份再高，也要按规矩办，求情不作数。第一次跟你搭手，倒真像一家人了。慕容玄，他回来了。回来也好，朕这心里怎么就不美了？兄弟，你别老跟着我呀！和平年代不用你打仗，多赚点银子，以后还要养活老婆孩子呢。小鱼说的对，不好好经营王府，以后怎么让他过上好日子？过了年你就19了，大周朝哪有女子20还不出嫁的？好，20岁之前，我把自己嫁出去。王爷，当初杀古娜太草率了，蛊毒无解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不是还有苗族圣女吗？古娜的蛊毒，她一定能解。您把她妹妹都杀了，她还会救您？应该会。若她不救，我便杀了她。不急，下个月再无解法，就把古娜给本王下蛊的事放出去，他自然会派人来寻。这帮臭虫，就不能让我过点安稳日子？来的高手不少，那就不惊动他们。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拿我软弱的家人下手，不能留。没出息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，憋回去。吓坏了吧？回家好好跟姐姐练功，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。